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今天是圣诞节，我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圣诞的故事。我呢是一个时政类的频道，如果呢您想听关于圣经故事呢，那您来这儿就来错了，因为今天我这里只讲共产党怎么灭亡的故事。好的，朋友们，请听我慢慢道来。换个角度来看，这些满口谎言的独裁者，他们的灭亡呢是一种不可逆的历史的必然。当今的强大，它的本质上就是安格鲁萨克逊的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呢，它的本质上也是西方文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跪在一个公共厕所的门口。唐朝做官的外国人有几千名啊，江公甫、高仙芝，对吧？他们都是些外国人。那更别说以国家。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中共对于这个洋节为什么越来越敏感呢？我觉得恰恰是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神经越来越脆弱了。他们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已经无法再承受，比如说国内再出现类似于香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切断大陆与世界的文化交流，继续的把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把人民泡在这种仇恨与自大的毒药里边。表面上呢，看起来是为了他们所谓的维稳，但其实上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对于中国这个整个民族性来说，这可能是跟以前文化大革命可以相提并论的一种文化上面的扼杀。圣诞节在中国大陆本来就没有什么宗教气息、宗教氛围，它本来就是一个商业化的，纯粹就是一个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节日。但是呢，共产党他们如此恐惧，我觉得只能说明他们坏事做得太多了，一阵风吹过以后，也都会以为是黑白无常过路吧。其次的原因呢，我觉得是共产党他们是害怕群众的聚集，因为人民一旦聚集起来的话，下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是超出他们的预期的。他们是无法去掌控的，他们呢可能会认为像美国澳大利亚肯定不会放过他，趁着这个圣诞夜，趁着这个平安夜的到来，群众呢又在狂欢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通过网络又来发起一些类似于香港的这样的运动，星星之火燎一下原，共产党的这个天下就给燎没了。他们真正的是怕这个。说起来星星之火的故事我突然就想到了罗马尼亚。12月25号，这些呢举着毛辣椒的牌子上街游行的人他们呢肯定不知道这一天呢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也就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以及曾经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这样的一个罗马尼亚的独裁者，罗马尼亚的一尊。他呢就是在圣诞节的这一天，在中国8964事件之后的那个圣诞节上，这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和他的妻子双双跪在一个公共厕所的门口，被人民给枪决的。就在圣诞节前的4天，也就是21号的时候，这个独裁者呢，他还像往常一样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对着台下10万多名的群众如同往常一样的进行他的那些宣讲。但是这个时候，台下有一个声音出现了，他说打倒共产党，打倒齐奥塞斯库。正在进行的电视直播呢，也在这个声音出现的同时被中断。这个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手在空中停住了。随后呢，人民的喊声陆陆续续开始出现，警察开始包围街道，然后军官呢向人民喊话，让他们散去。这时候呢，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也亲自指挥，他向士兵下令不准向人民开枪。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市的市长却接到了最高统帅的命令，最高统帅说可以开枪，如果说人民还不退去，那么就向他们的腿开枪。这个时候那个下令不准开枪的国防部长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他自杀了。4天以后，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夫人双双跪在一个公共厕所的门口，他的夫人对他说，他们要把我们像狗一样的杀死，我不相信罗马尼亚还有死刑吗？枪声响起，罗马尼亚共产党随之灭亡。随之一起灭亡的呢，还有齐奥塞斯库被冠以的那些虚名，比如说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罗马尼亚的人民呢，这一天在欢呼声中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次圣诞。换个角度来看，这些满口谎言的独裁者，他们的灭亡呢，是一种不可逆的历史的必然。因果关系还有这个宇宙法则，会不会因为一个人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就能阻挡他的到来呢？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打个比方说，一艘快要沉到的船上边有一个破洞，水呢正在不断的往船里边灌进来。如果你真正的想救自己呢，只有去把那个洞补起来。但是呢，现在你手上没有工具，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唯一能做呢，就是用一个小水桶不断的往外舀水。似乎这个动作呢，的确是可以让船的倾覆来得更晚一些，但是它真的能救你的命吗？它并不能。因为你迟早都有精疲力尽的时候，船舱里边的水它迟早都有灌满的时候，一旦你精疲力尽，再加上船舱灌满水，那么你也就只能随着那艘船给沉到海底去，因为你根本没有力气再去游泳了嘛。这就是因果律啊！一个傲慢的船夫，他在出海的时候，他坚信自己驾船的技术如何的好，坚信自己这艘船如何的坚固。这个比方里边啊，这个船夫就是共产党，他丢掉的那些工具呢，正是民主与舆论监督，他正在使用的那个小水桶呢，正是这些维稳的手段。这几年来，像这样反制的行为，这样比较严重的民族主义的行为出现了，它和100年前的义和团一模一样。100年前，义和团提出的口号呢是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定江山。这样的口号啊，你看他说到神助、天助、定江山，也就是说正义是在我们这一方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对比今天这些抵制洋节、抵制圣诞节的这些事情来看啊，当年的义和团当然手段会更加极端，更加的残忍，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些抵制运动，他们就是文明的，他们就是代表更先进的思想的。他们唯一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地球、整个世界的文明水平都已经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就算是放在世界上最落后的这些国家，现在呢已经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种族灭绝的事情。所以啊，别再认为我们现在在进行这些抵制洋节的活动，它是一个文明的行为，这就是在倒退的行为，并且呢是倒退到100年前，非常愚蠢，非常愚昧。中国人的这种愚昧啊，它每隔几十年就要出现一次。在5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的60、70年代，有一个被称为白卷英雄的学生，原因呢是他在试卷上写下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懂 ABC 照样搞建设这样的一首打油诗，并且呢这个事情迅速传遍全国。大家想象一下，在60、70年代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在当时谁也不敢去批判他，因为他说了嘛，他是要搞建设为国家，如果你去批判他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自己的政治立场要出问题。像这样的一句放在今天看起来是充满了愚蠢和无知的一句话，但是放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里边呢，它可是带着满满的自豪感，满满的国家和民族的正义性。一旦一个人啊，他做出这样愚蠢的行为，但却没有人去约束他，没有一个机制可以能监督他，那么接下来他将迎接的必将是新一轮的灾难。那后来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不就说明了问题了吗？看现在出现在我们身边这些抬着毛泽东的画像走到街上去抵抗洋节、去抵抗圣诞节的这些愚蠢的人们，要说呢，他们当然也是精明的，对吧？要不然呢，他们就不会把那块腊肉的那个画像给端在手上。你要说他们真的就喜欢那块腊肉吗？那可未必，他们可能心里边比谁都恨他。但是呢，那块腊肉这个金字招牌啊，它可以让城管，可以让警察这些粗鲁的行为得到收敛。特别是城管，如果想上去抢夺他们手上这些标牌啊、游行时候用的这些宣传品啊，那他们就得掂量一下了，对吧？如果给这些市民给拍下来了，他们对这个毛腊肉的这个画像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么造成的影响可能是他无法收场的。近几年呢，共产党提出的是文化自信，但是你这样去抵制别人，那不正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吗？文化这种东西啊，纵观当今世界，它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看美国当今的强大，它的本质上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呢，它的本质上也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融合。看现在川普的外孙女阿卡贝拉，她可以穿唐装背唐诗，对吧？然后在美国每年的春节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节日，你看帝国大厦每年都要为中国亮起这个中国红，在春节的时候。那么这些那么自由的美国人，他们为什么没有上街去抵制中国春节呢？好的，退一步说，咱们呢回到中国最强大的那个年代，对于中国的这个民族认同啊，大家肯定是要提到唐朝，对吧？那个最伟大的时代。你看那个年代在唐朝做官的外国人有几千名啊，江公甫、高仙芝，对吧？他们都是些外国人。那更别说以国家的力量去支持唐玄奘去取经，把国外的宗教引入国内来，并且呢去大力的传扬。那如果按今天的标准来说，那唐朝的皇帝是不是已经疯掉了，是个傻瓜？在今天的中国，
在这样的一种封闭的文化环境当中，共产党政府还去支持这样反制的行为，那你说还要去提倡搞什么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这不是一派胡言吗？这不是让人贻笑大方吗？好了，本期节目我就说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圣诞快乐。